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速递，我是你老朋友翟老师。现在咱们先来看看最近圈内的两个误读。第一个就是这张关于 Meta 将要限制开发者权限的公告。这个公告里说的是，用户必须在未来30天内创建一个应用，否则届时将取消开发者的权限。因此，就有很多人误以为 Meta 要对快手用户往未知来源的应用的行为进行整顿了。事实上，这虽然是 Meta 发的公告，但仅仅针对 Facebook 平台的开发者，跟快手头显的用户毫无关系。其实大家看到这样的公告的时候，只要去自己的邮箱和 Meta 快手开发者网站看一眼就知道了，根本就没有收到通知嘛。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另外，假若未来真的有这样的要求，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开发 VR 应用都有一些模板，比如快手这样一个手势追踪的开发模板，大家只要创建一个模板上传也很简单。另外就是还有一个2月份就有的公告，这个倒真的是 Meta 快手开发者网站发布的，是关于在5月31日前要对 Meta 快手开发者账户进行真实性和合法性的验证，要求开发者组织提供业务联系人和付款信息，个人开发者则需要提供类似护照、身份证之类的身份证明。然而，这跟一般的用户也没有关系，因为针对的只是对于那些想要或已经在 Meta 快手官方商店和 AppLab 商店发布游戏应用的开发者，所以大家也大可以放心。毕竟绝大部分人根本就不会去发布软件，仅仅只是为了开启未知来源的权限。那进入的第二个误读就是关于 PSVR2 被破解连接 PC 一事。那些平时一点都不关心 VR 的泛科技数码和游戏媒体，每次索尼 PSVR2 有点风吹草动就开始迫不及待的标题党了，完全呈现了什么叫做听风就是雨。实际上，当时开发 PSVR2 连接 PC 驱动项目的民间开发者 Everly 说的只是 PSVR2 现在能验证 PC， 也就是说现在能骗过 PSVR2 让它把 PC 当作 PS5， 但是依然还只能显示平面的画面，更别说进入 VR 模式，然后还能正常使用内向外的跟踪手柄以及眼动追踪了。虽然目前这些数据都能在 Windows 设备管理器直接显示已连接，但这个进度也仅代表了完成了未来成功的先决条件，远还没有达到最终的成果。正是因为这种标题党们的传播，让这位民间开发者遭遇了诸多网络攻击，指责他哗众取宠是个骗子。因此一气之下，他就发推表示自己将暂停运作这个项目。想想也是完全能理解的，做着吃力不讨好的事也就罢了，还被那些不了解实情的人无端攻击。不过好在过了2天之后，他就冷静了下来，删掉了这条推特，并继续分享了一些开发的动态。对于此时此景，我只能说，在国外 VR 市场确实有200多万的始终 PC VR 玩家，尤其是在美国，无论是对 Pancake 的期盼还是眼动面部的需求，其实 Pico 都应该尽早推出。以目前产品线的错位竞争， Pico 4和 Pico 4 Pro 是真的很有竞争力的，否则过了这个时机就没有这个店了。同时我们来看一个关于 PSVR2 平台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区的4月份热门游戏下载的排名。在美国和加拿大前3分别是奎迪、巴甫洛夫和行尸走肉圣徒与罪人2，英区的前3只是把行尸走肉换成了 Kayak 皮划艇 VR 模拟器。而4月份前10里除了黑象级，就都是我们在 VR 一体机和 PC VR 平台都能玩到的老游戏了。相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家对 PSVR2 能连接 PC 游玩的期许所在。接着我们来看一个虚拟空间版 VR 游戏商店的概念演示。我们现在的应用商店不还只是一个菜单面板吗？实际体验跟手机、电脑和平板没有区别。因此，一名制作了 AppLab 商店游戏信息查询网站的开发者，自己开发了一个3D 空间的 VR 游戏商店。在浏览和交互上，你可以直接用手势追踪来捏住、拖拉。游戏海报以巨型广告牌的形式呈现在正对面的大楼中间。横向拉动的话，你可以筛选新游戏、打折游戏、热门游戏的类别。外轴上竖向滚动浏览可以显示所想游戏的一些基本信息，如名称、价格和评分。当你选定一个游戏之后，就可以按下前面的按钮，打开一个传送门，进入名为游戏室的空间。游戏室分为3个区域，左面有一台电视播放着游戏预告片，墙上有游戏的截图，玩家可以控制预告片的播放进度，暂停它，并更仔细地检查游戏的截图。正对面包含一些来自游戏本身的交互元素，比如现在是以 VR 版逃离塔可夫为例，放着的是一面墙的武器库，玩家可以拿起枪享受一下射击的手感。最右边则是用户评论和购买区，你可以看到其他玩家的虚拟形象和他们的评论小作文。
如果最后你觉得符合你自己的游玩乐趣，就可以拿起最边上的游戏球，放在你的虚拟手表里，激活你手掌中的游戏购买菜单。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游戏商店概念演示是为了解决目前的2D 菜单无法传达你在未购买游戏之前踏入 VR 游戏世界的问题，让所有开发者以实际游戏内容为主题来创建一个简易的展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需要下载试用，就可以让玩家在购买前以新颖的方式更沉浸式的探索游戏的价值。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探索研究方向啊。不过就目前而言 ，VR 商店里的游戏能统一的有一个全景 3D 的预告片，就算是很大的进步了。最后我们来看绘图图最近又更新了 V54系统的测试版固件，新增了浏览器和2D 软件音频后台播放。现在你可以下载手机上的音乐软件到绘图图里后台进行播放，或者在浏览器里打开视频网站之后，你能直接在玩游戏时听视频的音频。另外一个新功能就是现在你可以自定义主控室的 Skybox 图，就是我们的主控室的主体之外的背景是用一张全景的天空和图来包围着的。现在你可以更改这种图片，换成你喜欢的风景或者游戏电影的海报。可惜这个功能并不适用于全部的主控室场景，也并不能在邀请朋友进行主控室派对的时候出现。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有分享 WebXR 浏览器端的 AI 自动生成 Skybox 图的应用吗？搭配这个自定义功能肯定非常好用，不过可惜我现在的 V54系统只有后台音乐播放功能，还没有自定义的功能，等下次收到了再给大家完整的演示一下。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陪着 VR 成熟的 Loading VR 小屋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